当佛法从汉朝传到中国时，佛菩萨无比慈悲宽厚的心量，以及清净又不可思议的教义，震撼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深深触动了华夏民族的内心深处。在远离当年佛陀教化有数千公里之遥的神州大陆上，佛法再次光耀灿烂，融入国人生活之中，深入了每个角落。中国佛法展现出广大的摄受力量，让这难以思议的妙法普现于中土。在中国佛法传播的岁月中，人们开始了解意识心虚妄不实，必须深入大乘佛法，才能亲证真如，找到真心。后来，楞伽经顺利传到了中国，大众才明白，这真心就是如来在第三转法轮的楞伽经所宣言的第八世如来藏。禅宗达摩祖师亦以楞伽经来佐证大圣的开悟明心，就是找到第八世如来藏。达摩祖师并将此经典授给门人，作为开悟的传承。然而，楞伽经的文字以及义理都非常艰深，因此当时的学人难以明了如来的究竟意志。由于当时的学佛人对于楞伽经艰深的文字及义理都还难以明了，因此佛法就陷入了停滞。这种停滞的局面，到了《摄大乘论》传到中国之后，才逐渐改观。《摄大乘论》是从《瑜伽师地论》总共100卷的内容，简则精要而集成的。它是以第八世如来藏为中心，提列了大乘佛法的纲要。因为这部论摄持了大乘佛法的义理，所以名为《摄大乘论》。也因为《摄大乘论》是用简明扼要的方式阐述佛法大义，非常符合中国人好简悟繁的性格，因此广泛受到实修者的欢迎。然而，《摄大乘论》的内容非常精简，意旨又非常广大深远，导致论师们解释时各有其意。本来在解释十地经论时，论师们对法界染净依止的根本是第八世，或是真如法性，已经有所争辩。后来又因为真谛三藏法师之翻译的缘故，使得这争议更形加剧。由于真谛三藏法师并没有亲证佛法的根本第八世如来藏，所以他误会了《摄大乘论》中所说的佛法根本，而自行把第八世本自清净无为的体性独立出来，建立为第九世。因此，他截取《瑜伽师地论》部分的内容，并且扭曲其中的原意，而译注了《决定藏论》，并且进一步主张第八世是依第九世而有。他又根据《无相论》而结译出另外的2部论，不断大力的宣扬有第九世的存在。这导致后代的论师们对于第八世、真如以及第九世这3者的内涵各执一词而争论不休。当时中国没有《瑜伽师地论》100卷的抄写本，那也就无从解决这个争议。这时也暴露出了中国短缺经论善本的窘境。除此之外，经论的含义也因阐述的前提不同而各有差别。
譬如有说真如出生诸法，也有说阿赖耶识，也就是第八识变现世间。因此，究竟是真如出生诸法，还是第八识变现诸法？那这就造成了论师们解释上的困难哦。因此，除了要有瑜伽师地论和其他经论的原本，也要有精通经论真正意旨的法师，并且亲证实相第八识，发起般若智慧，这才能会通佛法真正意旨，而将这些经论恰如其分圆满说明。这西天取经的重责大任，后来就落在玄奘菩萨的身上了。玄奘菩萨从小就非常热爱大乘法，他13岁就能开演《摄大乘论》第八识的妙义。玄奘菩萨博览全集，而且亲证了第一义谛，也就是第八识。玄奘菩萨知道真如还有第八识、第九识争议的问题之所在，他也了解真第三藏法师误会了佛法，增生了子虚乌有的第九识，但他却苦无瑜伽师地论的原本作为证据。中国除了上述的争议外，又落于这成佛之功德体性，佛性是未来圆满还是现在便圆满的争议之中。当时寻而不决的大大小小法义争论共有100多处。这些问题虽然玄奘菩萨都有所定见，然而若无印度梵文原本以为根据，难以服众；又若干细微处，也需阅读原典，才能更清楚佛意所指。由于玄奘菩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亲证了第八识如来藏，又有眼见佛性，因此他能够在自己的身上见到佛性，也能够在他人的身上见到自己以及他人的佛性，同时也能够在无情物上面见到自己的佛性。这时候萦挂在玄奘菩萨心头的是，在明心见性之后，应该要如何继续在佛菩提道上来进修呢？而这个佛菩提道的完整次第又是什么呢？由于玄奘菩萨在当时的正量已经超越了中国同时期的所有僧众，他在当时已经找不到善知识可以咨询问道，因此热切求法的玄奘菩萨就立志要前往印度，也就是当年的天竺，去求取瑜伽师地论。他也誓愿要把完整的佛道次第给带回到中国来。由于他本身具备了通晓多国语言的天分，以及般若智慧等等的条件，因此可以说是去天竺取经的最佳人选。玄奘菩萨西天取经九死一生的路程，从中国玉门关开始，历经将近4年的艰险，终于抵达印度那兰陀寺，找到了完备的佛法经论。玄奘菩萨找到了完备的佛法经论之后，便证明了佛法中所说的众生最多只有8个识。成佛时的无垢识，其实就是每一个众生现在自身的第8识如来藏。玄奘菩萨从此开定了佛所开示的第一义谛的宗旨，那也就是第8识的宗旨。所以所谓的亲证真如，就是亲证每位众生
都具备的第八世。而在梵文瑜伽师地论中，描述真悟者因住于第八世而转移的八世的真如体性，其实都是依第八世而生而显。但是这些依于第八世而所生所显的法，都被真谛三藏改译成第九世阿摩罗世，也就是把第八世所生所显的真如清净体性虚妄增设为第九世阿摩罗世。那这种说法全然违背了论点的原意，这第九世全然是他误解后的增设，而真谛三藏在他的其他译著当中也都这样子的误会。玄奘菩萨游学13年，计划启程返回大唐时，般若居多造破大乘论，诽谤大乘法。玄奘菩萨为护持正法，于一日一夜之间，以第八世的正理写出《治恶见论》来破斥其谬理。般若居多主张实有外境，也就是说心能直接接触到外境，这和大乘唯识所说的正好相反。大乘唯识所说的是一切境界都是唯识所现，心所了知的是第八世所变现的相分，心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外境，所以说唯识无境。因此破大乘论攻击大乘唯识的重点，就集中在古大乘师对于所缘缘中所说的相分问题。所以般若居多便依古人的发问来直难大乘说，你们如果说唯识所变现的自体相是相分，并用来当为所缘的对象，那如你们大乘中所说，证悟者证悟真如必须以无分别智来观察真如时，那问题就来了。因为真如无相，必然不会带起真如的相分，那真如对这能缘的无分别智的见分，应该不能成为它的所缘缘，也就是说不能成为所缘的相分的意思。如果你们坚持主张根本无分别智缘真如时也带有相分的话，那就违背你们自己大乘中一切的经论，那如何会通呢？然而玄奘菩萨不但是真正的开悟者，更是具有三转法轮的唯识真善慧学，也早已通达白法名门。玄奘菩萨知道般若居多因为没有证悟真如的缘故，所以对于所谓的无分别还有无分别智，以及真如还有真如无相，还有所谓的所缘缘的问题等等，完全误解了，所以才会有不如理的诘问。玄奘菩萨于是便化解了这玄荡的12年的公案。玄奘菩萨解释说，这真如是第八世自然流露出来而显现出来的体性，这是第八世的所显性，并不是第八世变现的真如。所以当证悟的人亲证第八世的时候，发起了般若智慧，他可以用慧眼来观察第八世，并了知第八世夹带着他清净无为无分别的真如体相一起出现。因此真如是第八世真实而如如的体性所显示的相貌，真如不是有作用之法，只是纯然显示第八世的清净无为体性。证悟的人因为亲证第八世真如，才得以转移这第八世的真如性，继续在佛道上不断的往前迈进。
玄奘菩萨做的这部《治恶见论》深受五印度共主戒日王的推崇。这位笃信佛法的戒日王便别开生面，在屈女城召开为时18天的大法会，礼请玄奘菩萨担任论主，邀请了18个邻国的国王、大臣与会，加上来自五印度共1万多位出类拔萃的修道学人，云集大圣、二圣、外道最顶尖的精英，共聚一堂，辩论佛法根本大义。当时，戒日王3次邀请诽谤大乘法的般若居多前来。他一听论主是玄奘菩萨，又端详了玄奘菩萨的巨论，自知不敌，3次都托辞婉拒，最后心生惭愧，要向屈女城的方向表示臣服，衷心赞叹玄奘菩萨。玄奘菩萨在屈女城的无遮大会上，以真唯识量来立论，阐释了第8世如来藏的正理，并且破斥了一切外道的见解。玄奘菩萨更郑重地声明，只要有人能够更正《治恶见论》任何一个字的义理，玄奘菩萨就奉上他的向上人头。与会者不仅见到大乘佛教的威德，也认识到玄奘菩萨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于是，大乘的佛教徒都尊称玄奘菩萨为大圣天，小乘佛教徒则尊称他为解脱天。由此更可以看出，玄奘菩萨他不但精通佛教义理，有着亲证第8世如来藏的深厚正量，而且又具备梵语的甚深造诣，并且熟悉一切外道的论点。因此，他对于任何的挑战与诘问，都是无所畏惧的。这18天中，玄奘菩萨名正西天，与会大众无不降服。法会结束时，全场欢声雷动，一起赞扬玄奘是不世出的菩萨，尊称他是大圣天，小圣人尊称他为解脱天。玄奘菩萨在印度护持唯识正法，建立了无比功勋，成为声明第8世正理的当代巨擘。玄奘菩萨所亲证的佛法根本，其实就是第8世如来藏，那也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其所阐释的大圣第一谛。而中国历代的禅宗祖师所亲证的，也同样是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第一谛。而这三界唯心的心，就是第8世如来藏心。而万法唯识的识，就是以第8世为根本，并涵盖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意根、摩那等前7转世的8个识。三界唯心的意思，就是这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一切，都是这第8世如来藏心所出生的，所现起的。不但如此，前7世也是第8世如来藏所出生的。而万法唯识的意思，是这一切诸法都是8世心王真妄和合的结果。第8世随着6世的了别，以及第7世一根的思量做主，而随缘任运，所以才会出现这一切诸法的森罗万象。每一位有情都各自有第8世，而如来藏虽然含藏了每位有情各自不同的业种，也含藏了7转世的染污种子，但是它的自体却是清净的。当菩萨行者证悟明心，
找到了第八世如来藏之后，也就实证了第八世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性，因此他也就不需要像二圣人一样灰身泯智而入无余涅槃。所以说，大圣菩萨在三界生死轮回中，就能亲见这如来藏的涅槃实际，并且转依如来藏的真如体性，于生死轮回中自利利他，利乐众生而永无穷尽。这就是所谓的生死即涅槃。玄奘菩萨西天取经的结果，依着亲证第八世如来藏的真实智慧，参着着大圣经论，完美解决了中国僧众在真如、第九世、佛性以及其他种种的争议，让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八世论宗旨，在此后长达1000多年中，为一切僧众所福音，让如来广大的圣妙宗旨得以在中土发光发热，让我们今日得有这殊胜的大乘法义的显扬，以及禅宗明心证悟法门，至今仍可广大发扬。这皆是玄奘菩萨不可磨灭的莫大功勋，真可谓正法兴衰，为一人矣。礼赞玄奘菩萨摩诃萨。